我们抬高一个层次来看哦，你看哦，他说要设的是海外研发中心呢，多唱秋的东西啊！请问日本求得到吗？你来日本，你东京要是不是？好，来看我们拆一块地都拆给你，哦，就拆，哦，就没关系，就给你。这是他求之不得的东西。日本足不足够资格来争取？总不足够，这比台湾还厉害。韩国，这他们跪下来求都求不到的东西耶，哦，然后你更遑论其他的地方、其他的国家、先进国家，他要设海外研发中心。结果我们台湾也没去争取，也没去求，人家就说，台湾没办法，我还要这个，然后你内部自己再来乱，兵荒马乱，你是什么东西？人家求之不得的。如果现在后来不是有一个新闻说那去印度好了，国际笑话哦，这真的是国际笑话，人家跪着求都不行的，都求不来的东西，人家是直接点名，这已经很独厚我们了。相信我，以老黄来说，他在内部在那边说我们要选台湾这件事情，绝对是老黄本人力排众议出现的东西，力排众议。不然的话，日本明显更厉害哦，然后韩国也行哦。那人家求之不得，然后你现在轻轻松松就被点名了，你就被翻牌子了，你还不赶快看怎么处理处理？然后内部还在演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这很不 OK 啦，真的是很不 OK。说人才的考量人才的考量去印度。这很合理，因为印度工程师多，然后美签现在有问题，他们可能会大量回国。那人才的考量去日本，我跟你讲也很合理。为什么就是台湾的人出差去日本常住就好了嘛，就是这样嘛。所以他选哪边其实真的都还好。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人家现在是独厚我们呢，所以我们要做给人家看啊。真的就因为什么公务员怕背锅，然后那个企业在怕对不起股东，那个股东讲起来叫做台湾股东，就是很小很小，你放到国际的资金盘上来看很小很小，你就因为这样子把它挤走了，哇，那真的是国际大笑话，超级笑话。这无论如何就是去争取就对了。闲聊时事辉达 NVIDIA 台湾总部到底会角落何处？两大热门备选分析。先说结论如果没有落脚在士林的话，那新北的林口跟高雄，我个人认为是有机会的那当然，那个高雄我在那个其他节目也提过，也分析过。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那我今天来跟你讨论辉达台湾总部到底会落脚何处这是我们来聊一个新闻，那你一定也听过，因为闹太大了真的。各个媒体电视手机什么全部都在讲这个东西。标题我念一下：辉达台湾总部用地为何卡关？各方冲突一次看。那就是你图片上看到那2块空地，就是老黄指明要的士林科技园区 T18、T17 基地。我们讲一下这新闻内容首先是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黄先生，今年的5月19号在台北国际电脑展宣布。辉达台湾新办公室将落脚在士林，然后这个是有上新闻的你看这个图老黄后面就是辉达画的 3D 图，那很屌你可以去找原片来看，空降什么的现在的状况你也知道了那就是生变。我跟你讲这件事情如果生变的话，国际笑话，我那讲的都有情绪了算了，要骂我八卦的时候我再好好骂。台湾人一定会被外国人群嘲这样，因为现在黄仁勋的一举一动都是世界焦点。那我们也来讲一下说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出包一出包就是国际大包原因是辉达属意的 T17、T18 这2块的地上权早在2021年11月12号就柯文哲时代就已经有台北市政府移转给星光人寿，因为星光人寿透过投标取得该案50年地上权的开发计划，所以现在这块地那个等于权利上是星光的。那星光其实也想要把这块地给辉达，但是卡一个问题是说卡政府的合约，就是星光不能够直接跟台北市政府终止合约这也很合理。他们在签约前就是各种精算，算完之后可以赚多少钱，然后才去签的嘛。而且那2块土地听说那个排水什么什么有问题，反正就是要花钱去处理，所以那2块地当初也没有什么财团想要去标，谁知道现在麻雀变凤凰所以星光的立场也是委屈的，就是哎呀这什么东西那个大家不标你拜托我来标，我标了然后现在又要把这个锅甩给我这样。然后现在台北市政府想要解约的时候，只愿意赔偿星光目前的损失，不愿意涵盖未来的预期收益，
所以对星光来说，他怎么能接受？这很合理的哦，因为他没办法对股东交代。他要是说要来这个做顺水人情哦，借花献佛，他被股东董事会干哦。好，那做法二是什么？就地上权直接移转给辉达，好，就好没关系啊，那我就直接转给你这样。好，这个东西反而在程序上就不合法，变成台北市政府他不同意，因为这个做法会违背当初签的契约。公务员就是超级害怕这种东西的，就是如果要弄下去的话，台北市政府那个土城的位置都帮他准备好了，当初柯文哲住哪边他就住哪边哦。那另外还提出了第三个做法，就是星光盖好以后再移转，这个又卡住了哦，因为辉达不愿意，就是辉达认为说我本来就有能力自己盖自己干，然后你盖的东西我也不是没看过，那个都觉得还好，我要自己来哦，就这样哦。好，那现在就卡在这边。所以你要知道这件事情对当地房市的影响哦，我们也来简单讨论一下这件事情对当地房市的影响。好，先回顾一下新闻哦，你看这个新闻的标题就好，他写辉达早上宣布总部在北士科，有钱人下午冲去买几千万房子像买白菜，北投士林房价怎么走？这种房将卖翻。那内容就是说，辉达在今年的5月19号早上很新哦，然后就刚宣布要入主这个士北科，然后当天下午士北科各个接待中心就被塞爆了，因为大家都觉得说，哇，这个辉达进来以后士北科一定就会大涨，怎样又怎样的。然后8月的新闻标题长这样，刚5月嘛，现在8月，辉达载成房市灵药，北士科预售屋交易量年增75%，下半年单价估创高。什么灵药，这根本春药。那就是辉达一进来以后，预售就直接被清空，被买光这样，然后大家就觉得说士林的房市会一片大好，甚至连那个士林夜市都会起死回生。老实说，我觉得这有点奇怪，就是这个老黄旋风太不合理了，太被高估了。今天辉达又不是说什么整个工厂要搬来，还是怎么有没的。其实 NVIDIA 现在在台湾已经有2栋自己的大楼呢，不是跟人家住办公室，一个在内湖，一个在新竹嘛。我们也不会说内湖的房价是因为它起来的，也不会说竹北房价是因为它起来的嘛。那今天是要盖这个海外研发中心那企业总部，其实真的下去分析，你去算那个员工数量，你自己也会得出这个结论，就是说，这个被高估了。可是市场就是这样嘛，市场就是那个情绪嘛，那情绪一点起来了大家就上，就跟新青安，你说条件有多好，其实也还好，可是市场情绪被点燃，然后就冲出来了。那它会带来房地产的巨量涨幅吗？我老实说，我认为还好原因是它今天盖的真的就是企业总部，那企业总部以它规模1000人上下所以就是那1000人，你不要想到人那么少，那人很贵呢，非常的贵呢，那都300万年薪以上领 global pay 的就是他不出国他就可以领全球高水准的薪资，所以就是士林会多出1000个高薪的工作人口这样。好，那这个地方有问题，这里是士林是交通建设最密集的台北市，它不是说台积电去南科台南那边你没得选你只能买附近，不然你就要忍受自己开车通勤。那现在台积电去高雄就好一点它至少捷运有到，居然可以坐捷运上下班去台积电虽然你一轮班轮下去，可能捷运又不开了之类的。好，那这种猛烈的房地产需求，尤其是南科，你看就把人家隔离在那边，他只能买那附近。可是今天是士林士林这是怎样？捷运又会到，然后一堆公车，有的没，大众运输工具没有什么问题。我讲公车没有毛病因为其他县市的公车就还好台北市的公车服务确实有上来。当然你说NVIDIA 的人怎么可能会搭公车？他们都自己买豪华轿车来开，那也可以啊。就是我要表达是它可及性很高，他可能开车20分钟就进台北市，然后去干嘛有没有？甚至他买在北投等等的地方比较远比较便宜，这都很合理。因为它可及性很高，不像南科，你要在规定的时间之内出现要上班，变成你只能住附近就这样。然后你看现在有多少人是平常住在新北、宜兰、桃园，进台北市打工？对啊，这就是台北市的威能交通建设可及性啊。假设 NVIDIA 真的在士林落脚，这1000名打工人是怎样？他有必要全部都买在他旁边吗？我跟你说，很少数，说不定这不用说不定，因为我就认识他老家就在台北啊，现在租人所以就是考虑以后怎么样，以后就直接请租客离开，他要回来自己用，他一样住台北市就是这样大概我个人认为这1000个工作机会就是散落台北、新北各地这样
所以对房价的拉抬表现没有太强的道理才对哦。当然还有供应商啊，就是老大过来，小弟也要过来嘛，就这样。我个人的判断是，就人数还是太少，它毕竟不像台积电这样子量产百万年薪，量产数千个百万年薪啊，就是几个拔尖的人1000多个人，然后放在那边，你要说拉抬整区的房价是有点困难。最后你要知道，现在还有哪些县市在争取？这是大乱斗我们也讲一下，辉达要入主市北科看起来很受阻，很多县市就跑出来说，哎，来，给你来那我这边很不错，例如说新北标题我念一下，辉达总部落脚北市科传卡关，侯友宜新北尽力争取那新北被推荐出来的土地是哪边？林口 A9 捷运站旁2块产业用地，那个真的就是你在林口 A9 往前面看就看得到，它快进站的时候那2大块土地就是真的是就很 OK 啊，又离国道近虽然会塞车国道，然后捷运然后它那里已经是林口比较好生活的地方。优势是什么？林口到桃园机场20分钟车程，就这种欧美的很多而且可以搭机捷，然后附近有资料中心跟数位园区，所以如果这个老大一来就是镀金就是鸡犬升天，直接形成一个产业聚落。那林口目前传言的硬伤是什么？就是它没有夜市那附近没有夜市。老黄非常的喜爱，这我不知道是一个梗还是怎么样，就是来台湾那有可以的话都要去逛夜市这个我不知道。但是如果以夜市考量，这真的假的那第二点当然就是高雄高雄第2个地点，陈其迈陈市长跳出来说这块地很贵，优先给辉达就这样205兵工厂。高雄可以挑的其实不止205，我在一集 podcast 直接封面就是那个卫星空照图跟那个都市计划图直接给你看，然后一块一块讲，哪边还可以挑。那高雄可以挑的很多特茂1、特茂2，或是205兵工厂，或什么特茂7通通都可以。这些地也是看起来相当不错的，我也蛮看好。然后陈其迈市长也讲真的是很像市民听了就会很爽就是如果辉达要的话，优先要给他就是这样。而且我也觉得辉达是有机会来高雄的，虽然不太可能但是这个有机会为什么？因为其实它离小港机场也近，小港机场问题是它的宵禁但它有机场，它离国道也近，然后它离高雄港也近，然后它离那个产业园区也近，就是辉达那个205兵工厂的那块地门口的捷运站是捷运红线，你就去坐坐一坐就到台积电了，就这样南高雄跟北高雄，所以这个以他们在国外生活经营的经验来说，不能说远了。他们都说台湾很小很近就是为什么所有的产业链即使是从台北开车然后到南下4个小时之内，所有的产业都挤在一起，这个对他们来讲已经叫物流上没有距离了。像美国动不动东岸西岸那像德国就是哪个超强的公司一个小聚落就在很偏远的地方。那台湾对他们来说密密麻麻的，都等于是一站就买齐的这个概念高雄也有夜市高雄夜市还蛮多的真的爱逛就来逛那他逛哪个夜市就镀金嘛。而且辉达现在已经有在高雄设点的经验了，这是真的只是可能你还不知道早就有了。你看这个辉达携手鸿海，高雄建 AI 先进算力中心估2026年完工，地点在高软园区那个不好解释啦，总之就是说高软园区里面有一栋你看起来像机房的东西，那里面就是那个算力中心。然后你看那个台湾的大小对外国人来说到底有多小，那里面放的超算中心的名称叫台北1号还2号，你在高雄你命名叫台北，对他们来说这个就叫同一个地方所以对 NVIDIA 来说高雄就不是陌生的地方真的不是。并且鸿海的刘扬伟董事长你不能嘲笑人家的名字这个人家一定年少时期也是快要忧郁症这样子起来的。那他之前也公开赞扬过高雄市政府的办事效率，所以老黄只要去问一下你们觉得是怎么样不小心有问到鸿海的刘扬伟董事长的话，那就一定会被推荐高雄。高雄没败那我自己也是希望私心希望真的选一下选一选来高雄就 OK 啦 ，NVIDIA 然后 AMD 已经放了然后降了，接下来的话差什么？差 Intel 当然这些 IC 设计国际大厂都来亚湾的话那亚湾就直接就是喷发就对了。所以陈其迈陈市长你要多加油就争取看看
keep review 也没关系，你就要争取。那你争取以后，身为这些市民就会非常的爽。那你下次党内初选你推举的人才，我们就 OK 啦。那当然，除了高雄跟新北以外，有很多县市也跑出来喊说，我这边不错，给哪。例如说台中，当然也会出来喊一下蹭一下版面。桃园也在喊，你看，反正现在就是先喊先赢因为喊不用钱喊不用负责就我有听说那个什么澎湖也在喊。随便啦澎湖就反正现在的局势就是，如果你做的是县市长，你先喊再说，那会不会选举再研究？但是你要喊然后喊的话，你的选民就开心了嘛。现在就是这样那真的讲落谁家，目前也还不知道。现在最新的进度是说有解套的办法所以未来应该也还会继续在台北这个地方。那我们就来追踪说后续会怎么样，也欢迎你底下预测说你个人认为NVIDIA 辉达最后会角落何处。我们之后一起来对答案。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讲的辉达台湾总部的选址争议，从原本属意的，我现在要帮你做结论你不要他妈好像有听到东西，知识从那个左脑进然后就从右脑出去，然后就这样咻一下，你觉得很愉悦然后帮你做个结论。好，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讲了辉达台湾总部的选址争议。从原本属意的士林科技园区 T17、T18 基地卡关开始，然后就分析了这个案子为什么会出包，各方的利益，那包含地上权合约的限制星光人寿跟台北市政府无法达成共识，跟辉达他自己的考量。此外，我们也探讨了辉达总部对当地房市的影响，就是我真的是认为太放大所谓的辉达神话，它对房价的影响一定存在，但目前在我看来已经被过度放大了。因为士林地区的这个交通条件可以让他这些上班的人散落在台北市或新北市各地，使得房价的涨幅不会像外界看的那么夸张。最后，我们也讨论了目前其他县市，例如林口高雄台中桃园目前都有什么纷纷表态来争取。我自己是看好高雄因为辉达现在就正在跟鸿海一起在弄那个超算中心所以他对高雄他早就认识了，他不是完全你叫我去高雄那地方在哪里，他有夜市吗就不会，他早就知道了，内部提案他早就都评估过了。那就是高雄的这个备案如果真的要是个备案，一定有人建议到老黄的耳中，他一定也考虑过高雄，只是后来就说高雄然后怎么样了我们先继续推台北，就会变成这样。最后我想问你，你个人认为辉达NVIDIA 他最后入驻哪边的机会最大？A 一样是北科，就台北市B 高雄 C 新北市林口这次这个选项都没有乱搞，对不对？都没有那边骗你留言或什么嘛。现在这个都是讲落谁家的最大几率嘛是北科一样，台北市、高雄市跟那个新北市你个人认为会持续落脚在哪边？我先说我个人选 A， 应该还是会在 A 就是这样。对讲个题外话。就是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很冷清那让你感到害怕，不太敢继续置产。我的看法是这样先说结论，现在是对高雄市低总价的中古屋而言，教科书级别的巴菲特，别人恐惧我贪婪时刻真的我没胡乱因为高雄市的重大建设跟民间投资跟工作人口都还持续的在盖在成长，都没有停。2026年开始会陆陆续续的启用或是开幕，而且像台积电的正式上班人数嘛，也都还在成长中，还没有完全发酵。以现在的自产周期要出租放生满5年来看现在真的是比去年疯狂的去年还要美的进场时间点。我认真我这种重大建设旁中古屋的流派就是这里好，赚不是最多但是稳健到爆。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嘛那我都还持续在看你不用怕，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老了有房也有钱关税台币升值就不过是30年自产周期中的一朵乌云而已。安北高雄、南高雄自产中古屋就找台湾房屋美术自信店林店长处理，赖就加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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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 go 加这个赖来慢慢看 po 给你的房子都挑过都有战斗力的。反正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了，我们中古屋真的是非常的稳健安台北市、新北市自产就找肖店长，赖就加小老鼠掰台北直接看低于实价登录的房子。最后
请你购买我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我会挑出能够拉抬房价的重大建设我的高雄自产作业就直接给你抄，一个月250块钱，自产高雄之前上个保险非常的便宜。你有购买会员的话，就我回答问题会详细也认真很多那通常会用到录音去好好讲这样。没有买的会员我就简答，老了有房也有钱，这个目标才是我们的追求。现在就点开资讯栏加入会员，直接开始抄作业。我是买房阿元，加入会员，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讲八卦讲八卦，就是出这种包啊像我们这种乡民我们看的是很生气的，非常的生气的。因为你只要抬高一个层次去想现在是什么情况？就是台北市政府怕公务员怕出事嘛，怕被关嘛，你不能这样，你这样不合法然后星光人寿说这也没赚多少钱，然后你现在只愿意赔我之前的，这样我身为商人我很失职我怎么对股东交代？然后 Nvidia 又说奇怪，这个我说要改总部不是突袭式的那你们赶快弄嘛，看怎么样赶快给我们，这件事情就落幕了，就翻页了，不要在那边吵架吵给国际看好，这个为什么我们抬高一个层次来看你看他说要设的是海外研发中心多唱秋的东西请问日本求得到吗？你来日本，你东京要是不是？好，来看我们拆一块地都拆给你就拆就没关系，就给你，这是他求之不得的东西日本足不足够资格来争取？总不足够，这比台湾还厉害。韩国这他们跪下来求都求不到的东西然后你更遑论其他的地方，其他的国家，先进国家，他要设海外研发中心结果我们台湾也没去争取，也没去求，人家就说台湾没办法，我还要这个，然后你内部自己再来乱，兵荒马乱，你是什么东西？人家求之不得的。如果现在后来不是有一个新闻说那去印度好了，国际笑话这真的是国际笑话，人家跪着求都不行的，都求不来的东西，人家是直接点名，这已经很独厚我们了。相信我，以老黄来说他在内部在那边说我们要选台湾这件事情，绝对是老黄本人力排众议出现的东西，力排众议。不然的话，日本明显更厉害然后韩国也行那人家求之不得，然后你现在轻轻松松就被点名了，你就被翻牌子了，你还不赶快看怎么处理处理？然后内部还在演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这很不 OK 啦，真的是很不 OK。说人才的考量人才的考量去印度这很合理，因为印度工程师多，然后美签现在有问题，他们可能会大量回国。那人才的考量去日本，我跟你讲也很合理，为什么就是台湾的人出差去日本常住就好了嘛，就是这样嘛。所以他选哪边其实真的都还好。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人家现在是独厚我们所以我们要做给人家看真的就因为什么公务员怕背锅，然后那个企业在怕对不起股东，那个股东讲起来叫做台湾股东，就是很小很小，你放到国际的资金盘上来看很小很小你就因为这样子把它挤走了，哇，那真的是国际大笑话，超级笑话。这无论如何就是去争取就对了，你怎么可以这样？这个你就要让它一路畅通，一路绿灯比方说现在的高雄一路绿灯到爆，如果你要205你就拿去了，你说你要3公顷以上，你自己看那块地几公顷，随便你就是这样。你一路绿灯到爆，你先把人家邀请进来家里坐下就对了这一坐对台湾的国力的提升都会差别很大。结果现在在那边小孩子吵架，在那边吵来吵去会狂啊，进来就斗多。所以说就这样了，希望不要再有变数了。最后不管降落谁家，其实我都 OK 那就是说你要让他留在台湾就对了留在台湾。你说高雄205兵工厂那边门口没有夜市，我差时代大道那路又大又直，我就为了 Nvidia 我们就来干个夜市。我跟你说完全做得到，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那个高雄市集有够多只要周末假日动不动都有市集就那个文青市集吃的喝的什么都有，拉2条嘛，做常态性的嘛，这有关系没关系就是这样。所以说争取起来，把那个 Nvidia 争取起来，先来邀请他，我们不要说拐人家骗人家，先邀请他，很慎重的邀请人家到我们台湾这个家里坐下来，后面都好说后面都好说，我们讲话都比较大声，就是这样。我们叫贵客就是这样，不要再搞那些有的没的市政府公务员的思考跟行动我也看得懂，反正就是怕被关嘛，反正现在动不动就给你法办就是怕被关嘛所以说他们要处理的很谨慎很谨慎，可是就是看怎么样去研究出一个解套的东西，不要大家吃相那么难看。
好啊，那 NVIDIA 真的离开台湾，请问对谁有利？对谁有利吗？你说嘛？对中央政府有利吗？对地方政府、台北市政府有利吗？对星光真的有利吗？对民众真的有利吗？就是一个全输的局面。你现在你就是看谁怎么样在合法的限度范围里面去委屈一下，或是怎么样，或是额外谈一个什么东西你这里会赔钱，那我另外什么东西补给你，都是合法的前提之下，赶快把人家邀请进来坐着就对了。这就很像那个绕境的时候，什么粉红超跑嘛，那个神教，啪啪啪啪啪，突然要转弯进你家，突然要转弯进你家，那个是天官赐福啊。然后你说，不行不行不行，我家东西还没有收，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这些东西会被公开这不然你搞这个门先开了，先进来再说了不然怎么办？所以就是这个真的是越看越生气。希望最后是好的结果希望最后是好的，在哪都没关系，先在台湾再说。因为我们高雄已经有了超算中心，也不差啦。然后再来就是不要讲你自己看这个市政府跟民间企业这样子在吵架，你看了你会开心吗？到底在干嘛？人家那个妈祖的神教都到你家门口，然后你现在让他等你，等你换衣服，等你干嘛的？门先开了，先进来再说，动作要快，动作要快。你最近在找室内装潢公司吗？我查到一个有趣的资料讲给你听，就是说民众在找室内设计公司最讨厌遇到的几个状况。来，第一个，设计师承包商收款后跑路，对吗？这确实很糟糕，因为这等于是装潢蟑螂，这就要打诉讼了。可是房子还是拆在那边很讨厌这样。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几千万的门市，在家装潢都是老板自己买自己装的有那个财务的实力。那现场也有直接可以挑瓷砖、挑板材的地方大门市找得到人，跑不掉。那真的做爆了的话，也兜得了底都还赔得起。第二点是施工不良，日后漏水我都施工了还漏水，这样这也确实很麻烦，因为都住进去了嘛。那到时候为了要修漏水，可能还影响到邻居搞得家里又要变工地。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至少豪宅案子也是敢委托他们去做。那第三点是恶意追加费用，预算严重超支，这个也是很糟糕，就是通常是发生在那种跑单帮的设计师就他是先低价报价，然后把案子接进来，然后后面再一直加一直加一直加，反正我都拆下去了，那你不加也不行，就会感觉像被绑架一样。这个我观众也反映过非常多这种情况。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们就做10几年了那这个案例上跟那个施工上跟他的售后去看他的 Google 评论评价就知道了。你刚刚看到的画面全部都是他们家以前施工做过的案例照片。接下来我都放完工后的照片给你看。先说结论台北市、新北市地区的朋友，反正就是蘆洲，他们店在蘆洲，蘆洲开车30-40分钟之内可以到的地区。那家里要装修或者自产的要装修，就找这一家室内装修公司先问问看。汉一室内装修，因为我有认识老板，那又加上很多双北的朋友在请我推荐室内设计公司。双北什么老屋翻新隔套老公寓预售屋交屋要整理要收租的，我就推荐这家汉一室内装修。汉一陈老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他给我历年来的施工照片，案场超过100场照片超过27000多张，我都不知道怎么挑那加这个 LINE 可以跟助理先描述你的需求，甚至直接传屋况的照片，初步谈一谈之后应该就会去丈量了室内设计是这样就你找谁不是找，就是找而已嘛，就是怕被骗怕被敲而已嘛那我推荐我信任汉一陈老板。那你的房子要装潢那就找汉一室内装修，先加他们先去问一下。双北装潢就找汉一室内装修。买房阿元推荐，总是比在外面乱找还要安全一点。现在就加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HANYI 汉一。